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经常往返新马的小伙伴们，咱们期待已久的高光时刻终于来了。如果说过去的跨国旅行是靠耐心在磨，那从2026年开始，咱们拼的就是速度了。最近新马交通圈传来了2个超级重磅的消息，大马最先进的 ETS3 电动列车已经南下全线通车。而咱们新加坡人眼巴巴盯着的新柔地铁 RTS 也正式进入了通车倒计时。这不仅仅是加了几趟车，修了几公里轨那么简单，这标志着新马两地的地理距离正在被铁道速度彻底重构。曾几何时，坐火车北上还是那种摇摇晃晃的旧时光，但现在一种高效精准甚至带点科幻感的出行方式正向我们走来。那么这次大改版后的铁道网到底能跑多快呢？你应该很好奇，这样的交通突破背后藏着哪些巨大的经济红利呢？接着往下看，我们一起揭晓。从2026年1月1日开始，往返新山和吉隆坡的电动列车 ETS3 趟次直接翻倍，从原来的每天4趟变成了8趟白金服务。这意味着你再也不用为了抢一张票提前1个月守在电脑前了。更硬核的是速度，以前坐老式火车从新山到吉隆坡，天黑坐到天亮的折腾7-8个小时，现在通过 ETS3 时速飙到160公里，只需短短的3小时30分钟就能抵达吉隆坡。这个速度已经完全可以跟长途巴士甚至自驾车叫板了。而且你还不用担心长低堵车，不用担心找厕所，车厢里宽敞平稳，还有餐车和洗手间。这种坐着火车喝咖啡看美景的旅行享受，才是现代人追求的体面出行。当南下的最后一块拼图补齐，北上大马的交通瓶颈就被彻底打通了。虽然 ETS3 很香，但很多新加坡朋友会问，我怎么去新山火车站坐车呢？这就是为什么2026年底通车的 RTS 新柔地铁被封为救世主的原因。它只做一件事，就是用5分钟时间把你从新加坡的乌兰北站送到新山的5级查卡站。最绝的是它的一地两检和数字化通关，你只需要在出发地办一次手续，上车走人，下车直接出站。5级查卡站和新山中央火车站近在咫尺，这种无缝衔接意味着你从新加坡家里出门，不到1小时就能稳稳地坐在北上的 ETS3 软座上。这种地铁化的跨国通勤，彻底消除了边境管理的时间损耗。当这种极致的便利成为常态，新马两地的经济红利将被彻底激活。当交通不再是障碍，咱们的旅游地图也要跟着更新了。以前大家去大马，也就是吉隆坡、槟城、马六甲老3样，因为去别的地方太麻烦。但有了 ETS3 铁道沿线的那些宝藏小镇，像居銮西、嘉莫太平，正在成为铁道迷和资深吃货们的新宠。想象一下，坐在火车的大落地窗前，看着窗外倒退的棕榈林、橡胶林和热带雨林，那种自然的交融感是坐在巴士里完全体会不到的。你可以去居銮火车站喝一杯正宗的南洋咖啡，去太平看最美的湖景区，西嘉莫品尝最甜的榴莲。这种从点对点到线对线的旅游模式转变，不仅带动了这些乡镇的经济，也让新加坡人的周末生活多了无数种可能性。铁道不再仅仅是代步工具，它本身就是一种充满人文情怀的旅行目的地。交通便捷度再创新高，背后必然跟着人才、资金和信息的爆发式流动。当新山到新加坡5分钟，新山到吉隆坡3.5小时变成事实，一个涵盖了3大核心区域的新马超级都市圈就成型了。这会激活多少房产投资、商务合作和消费增长，简直无法估量。这种铁道大开发本质上是把新加坡的消费力、大马的资源红利以及两地的产业互补，用铁轨紧紧地焊在了一起。
2026年，我们将见证一个全新的新马交通纪元。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已经在规划你的第一次 ETS3铁道之旅了呢？你觉得通车后，哪个小镇会成为下一个网红打卡点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攻略和看法。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，请为我们点赞、转发、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。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感谢观看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